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哥，你的理财路上最坚实的伙伴。这期影片是接上一集的期货入门，建议先看上一片更容易连贯理解哦。这次继续解说一些期货交易实务面的专有名词，还有可能遇到的风险，还有如果没弄懂会造成非常可怕的后果的交割制度。影片最后面一样有凯哥的一些使用建议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让凯哥有继续拍下去的动力哦。这边我们先说一个故事。前几年我有个客户，他之前都是投资台指期，某一天他忽然接到了一个通知，说有一整船的小麦在港口要等着他签收交割。当下那真的吓得叫一个魂飞魄散。后来因为时差等等的关系，他也没有办法去处理，那跟山一样高的小麦也没有办法随便丢在港口，只好再花钱租一个仓库，整个货柜的小麦就放在那边给他烂。这损失大到难以计算，堪称最完美的错误的示范跟反面教材。讲到这边，可能有些伙伴们没有感觉，那凯哥这边再插入一个期货的知识。一口小麦期货合约是5000普氏额。那什么是普氏额呢？其实普氏额是一种计算的单位。早期的农业品期货它都是用容量来计算的，黄小玉都是一个仓库一个仓库来进行交易的，石油则是一桶一桶计算的。所以普氏额它基本上是容量单位，不是重量单位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普氏额比较少听到的原因。那所以我们就要来进行换算，一手农产品通常都是5000普氏额，当然不同的农产品换算的重量会不太一样。一个普氏额的小麦大约等于27公斤，那一口小麦期货是5000普氏额，所以实物交割你可以拿到大约是136吨的小麦。吓死了吧！所以顺便跟伙伴们说，期货它是一种买卖的合约，不管在任何的情况，不管任何的合约，没有看懂合约就胡乱签约，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哦。另外补充说明，台湾的期货合约都是现金交割，所以如果只交易台湾市场的朋友可以放心啦，刚刚那种情况不会发生。再来，台湾交易期货有些系统它是可以直接设定为不实物交割的，这一点伙伴们也可以多加利用哦。那听完故事后，应该对期货更理解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一些基本的专有名词。首先是口，计算期货合约的单位，它就是一口一口，买进一口就是买进一个合约，可以是多单跟空单两个方向的，买进一口多单，买进一口空单，都是叫做一口合约。持仓就是我们现在手中有的部位还没有结清的期货合约，我们就通通称为持仓。平仓就是反向冲销我们手中有的部位的合约，比方说我本来有一口多单，那我平仓就是把那一口多单给平仓掉。结算日以台指期来说，就是每个月的第3个礼拜三，那当天下午1点半它就会停止交易，全部的未平仓部位都会强制结算哦，这点要特别的注意。外国期货其实就是海外期货，通常我们业内会直接称为海期。然后是通知日跟交易日，这个基本上是实物交割才会用到的，我们这边就先不多提。如果真的有需要，像刚刚那个客户去买小麦那些东西，才会需要用到这几个名词，那自然也都需要再去注意一下。价差也就是经常会听到的正价差跟逆价差，比如现货跟期货的价差，这一点也很多人会拿来当做参考的指标哦。然后是最重要的保证金，上次影片有提到过，期货一定要先有保证金才可以买卖。保证金细分为3种，结算保证金是台湾期货交易所为了避免期货商可能违约，向期货商收取的保证金。这个部分我们一般投资人比较不会用到这个东西，我们投资人比较在意的是原始保证金跟维持保证金。所谓的原始保证金就是建立新部位时所需要的资金。原始保证金每一种商品不同，这边我们就不细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原始保证金一旦低于建立新仓的金额就不能交易了。这部分可能会听得有点模糊，我们打个比方来说，假设某个商品的原始保证金它是30万，然后我们买进去一口多单，假如赔掉5000之后平仓，那我们的账户就会剩下29万5千。那这个时候想说我还有29万5千，那再买一次行不行？这是不行的哦，因为它建立一口新仓，它的原始保证金就是要30万，所以你只剩下29万5千是没有办法再建立一口新的合约的。这样讲应该就会比较容易听得懂。所以
实务上凯哥都会建议，如果要操作期货，别把原始保证金抓得太刚刚好，多放一点进去保证金账户会比较好操作哦。再来就是维持保证金，维持保证金是投资人持有部位后，保证金账户中必须要维持的最低保证金的额度。简单来说，只要我们手中有持仓的部位，只要总体权益数不低于维持保证金，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，我们就可以继续持有。但如果权益数少于维持保证金，就会被通知追缴保证金。一旦触发这个追缴，那就不是缴到维持保证金之上了哦，而是会被要求补到原始保证金，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所以假如实务上发现自己的权益数正在不断的下降，慢慢的靠近维持保证金，可是我们又不想一口气补到原始保证金那么多钱，那我们是可以先小补一点点钱来让权益数上升，来避免触发追缴的动作哦。另一种情况就是市场波动非常大，导致权益数一口气低于原始保证金的25%，这个时候就会处置强制平仓，也就是所谓的断头了。最后我们要来聊聊心态的部分。原始保证金只是建立部位的基本金额，代表的是你买得起，可是不代表你只能用这些钱来买。一口30万的合约，那我们用60万甚至用90万来操作，那风险自然就小很多了。期货被认定为高杠杆商品，风险很大，是因为当保证金权益数我们都把它抓得刚刚好，然后市场上一个大波动，权益数马上就触发追缴甚至断头。可是期货本质上它不是这样子的，当初它是拿来设计避险用的。那么如果我们用3口5口的钱只操作1口，那自然就不会发生那么可怕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了。凯哥一再的提醒，风险跟获利一定是成正比的。我们想用最少的资金来放大杠杆，自然就要承受更高的风险，这是很公平的。所以期货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商品，只是我们有没有用正确的心态去打开它。最后，凯哥建议新手投资人一定要放足够多的资金进去，避免行情波动过大，一口气被杀出场，那会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哦。那不知道关于期货，凯哥这样子的讲解够不够清楚呢？如果感觉还不错，或是有其他的问题，也欢迎底下留言哦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了，那记得帮凯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哦。